沙漠玫瑰多久浇水一次合适？该按天还是靠摸？全都错了。所以一浇水就死。沙漠玫瑰有花有痒的枝上都是花，而有花有痒的却是黄叶、烂根，花朵更是不见一个。这是为什么呢？是哪一点没有做好呢？其实99%的人养沙漠玫瑰养不好的原因都是浇水出了问题。你觉得沙漠玫瑰浇水难吗？觉得难的请回复1，觉得没有很难的请回复0。沙漠玫瑰是特别好养的一种花，养好它就2个小要求，一是旱，一是晒。晒大家都容易做到，把它放到家里光照最好的位置就可以了。咱们今天重点讲一讲怎么旱。说到这儿，有的花友可能会说，旱也很容易做到呀，不浇水不就可以了？我告诉大家，所谓的旱不是说不浇水，而是要掌握好浇水的火候，因为在耐旱的植物，你长期不浇水也是不行的。那怎么掌握这个浇水的火候呢？大家好，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花花干啥啥不行，养多肉第2名。沙漠玫瑰浇水，有的人是按天浇，有的人是靠摸茎秆的软硬程度来浇。其实每一种都是对的，但如果你不思考，只是生搬硬套别人的方法，那么每一种对你来说都是错的。影片除了介绍浇水的方法，还会介绍如果浇水多了应该怎么拯救的妙招，一起来看看吧。沙漠玫瑰按天浇水，在不少论坛或贴吧，亦或者一些小视频中均能够看到，在养殖沙漠玫瑰的过程中，由于植物本身相对比较耐旱，并且对外界的环境要求非常低，因此间隔10天半个月浇水一次是正常的事情。但事实上，对于处于花期的沙漠玫瑰而言，由于植物的花叶相对比较敏感，植株开花越来越多，并且达到巅峰的状态，通常需要注意一些细节。到底多久浇水一次才最合适？在满足植株需求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上杜绝一系列负面现象。不同的地区天气变化不一样，而且季节轮回展现的特征也不同，所以直接按照天数变化来决定浇水的时机其实并不够准确。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过早浇水或过晚浇水的现象，增多不必要的伤亡问题。但如果直接用手触摸的话，那么到底是靠杜腩的变化来决定浇水的时机，还是看土壤变化呢？通过杜腩变化来判断浇水时机的利弊。众所周知，只要植物的叶子没有出现严重的脱水症状，一般植物的茎干就不会展现脱水的现象。所以如果通过触碰杜腩来决定浇水的时机，存在非常大的延迟性。一旦没有准确地把握住最佳的时机，往往就会导致沙漠玫瑰直接枯死。就个人而言，建议作为新手的时候，不要直接通过杜腩的变化来决定浇水的时间，而如果确实想要使用这个技巧浇水的话，那么通常在杜腩微微褶皱或者出现发软的时候，就要马上浇水，并且随时关注沙漠玫瑰枝叶的变化。一旦发现花叶出现脱水下垂没精神的症状，就该及时的往土壤以及空气中补充水分，来确保其需求得到及时的满足。通过触摸土壤来确定浇水时机的利弊。通过用手触摸土壤干湿度的方式来确定浇水的时间，其实是最佳的，因为植物的根部材质，植物代谢消耗水分来源的主要途径。一般在土壤表层微微干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铲子等工具来松动一下土壤。此时此刻，真的可以用手来触碰一下土壤，感受一下土壤的干湿度。在发现土壤没有明显水分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先浇水。这个时候虽然浇水有一点点早，但是由于土壤本身已经处于缺水的状态，相对比较蓬松，在注意浇水方式的情况下，为沙漠玫瑰盆栽补充水分，基本上不会加速土壤结块的问题，同时又能够有效地利用水分来刺激或满足植物的需求。而除此之外，现在的市场上有专门测试土壤干湿程度的工具，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工具来判断土壤的干湿度变化，随时监控土壤不同深度湿度变化，及时做好调控，及时为植物补充水分来满足其需求。这样沙漠玫瑰自然而然就能够在盆栽状态下以及我们的精心呵护下健康茁壮的成长，如期开花，越来越生机勃勃。沙漠玫瑰浇水容易忽略的问题。如何判断什么时候该给沙漠玫瑰浇水的方法就介绍到这里。而除了这些小技巧之外，事实上在浇水的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注意水温以及水质可能对植物造成的影响，这样才能够无后顾之忧。一般水和土壤的温度落差不要超过5摄氏度，否则可能会改变土壤的结构，导致其硬得如同石头，不利于植物生长生存。另外，不同的水富含的微量元素以及营养物质也存在巨大的差别，而且有些水质本身含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例如自来水，一般的自来水在消毒的过程中会掺杂上大量的氯化钾。氯化钾如果没有提前沉淀或和空气接触，就无法挥发掉，直接渗透到土壤中的情况下，就会加速土壤结块或盐碱化。了解完沙漠玫瑰浇水后，相信以后浇水有了一定头绪。如果你家里的沙漠玫瑰现在处于浇水过多的状态，那么要怎么拯救呢？下面就介绍一下方法。沙漠玫瑰水多的拯救方法。1. 保守方式，尽量排水。及时发现沙漠玫瑰植株出现浇水过多，而且生长状态属于比较可观的状态，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合理的排水方式来恢复正常的生长。操作方式：首先去掉花盆底部的托盆，避免存留水分增加湿润。其次，底部置放大小差不多的石头，留出空隙，尽量让水分排出来。最后，摆放在明亮的透风处养护，等到半个月左右就会恢复正常的生长。2. 快速方式，换盆修根。发现沙漠玫瑰浇水过多非常严重，使用手指轻轻推动根部感觉摇晃的情况，证明根部已经失去生命能力，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烂情况，视觉表现为花落、黄叶、枯叶。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停水、脱盆、修根、重新种植的方式来拯救植株的健康。操作方式如下： 1. 停水，干燥的土壤才会产生松散的手感，不会发粘粘在植株的根系上面。再经过敲打花盆4周，就能轻松拖出植株，省时省力又能保护根系。2. 修根，植株拖出来之后，抖掉部分的土壤，再使用工具修剪掉腐烂的根系，再使用百菌灵溶液进行消毒。3. 种植，对于土壤的要求不高，只要排水性强，透气性佳即可，一般沙质土壤都能满足生长。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沙漠玫瑰浇水的方法。如果你还有任何养护问题，请在评论区留言，花花都会一一回复。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关注并多多帮花花转发，这对花花很重要。最近台风频发，希望大家出行注意安全。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感谢观看，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我们下期见。